有人告诉我一件事，他把身边所有人给他的建议都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了，整整3页。妈妈说稳定最重要，先把工作找好。室友说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前任导师说先把手头的事做完再想别的。那个他很佩服的播客主播说学会放弃也是一种成长。某个100万粉丝的博主说追求热爱才是正确答案。昨晚刷到了一篇文章说30岁之前不折腾，以后就没机会了。每一条他都觉得有道理，每一条他都把对方说的逻辑在脑子里认认真真转了好几遍。然后他关上手机，坐在那里，比他开始问之前更不知道怎么办。我问他，那你自己觉得呢？他愣了一下，说我不确定我还有自己的感觉。我想在今天说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是你迷失了方向，不是你需要找到人生目标，那些话太大了，我自己听着都觉得飘。我想说的是一件更具体的事，你不是没有方向，你只是把耳朵借给了太多声音，借着借着就再也收不回来了。2026年的我们是人类历史上信息密度最高的一代，这不是夸张。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每天接收到的信息量相当于15世纪一个人一生所能接触到的总量。但我们也是有史以来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代。你看，这很奇怪，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做决定反而越难。我们有无数人可以问，却越来越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们关注了几百个账号，每一个都言之凿凿地告诉你应该怎么活，但回到自己的房间，拉上窗帘，那个问题还是悬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最近一次真的安静下来想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不是睡前迷迷糊糊的那种乱想，不是上厕所顺便翻手机时的那种一闪而过，是真的心甘情愿地坐着，什么声音都不引进来，问自己。很多人的答案是想不起来了。有一种东西我后来才想清楚它叫什么，叫做决策疲劳叠加身份噪音。听着很学术，但说白了就是当你每天要从几百个人的声音里筛选这条对我有没有用，你的大脑会累。不是身体那种累，是那种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话，却找不到他在说什么的累。更麻烦的是，时间久了，你会开始用别人说的话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别人说的躺平很正常，你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累了，还是借了这个词给自己用。别人说的要勇敢追求热爱，你不确定那是你心里真实的渴望，还是反复刷到以后被植进去的想法。你的感受慢慢被覆盖了，你自己的声音慢慢在那些更响亮的声音底下矮下去，最后你自己都听不见了。我曾经以为信息越多，答案越近，后来我才明白，有时候信息越多，你离自己越远。路加福音第10章里有一段我读过很多遍，但有一天突然读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大和玛利亚是一对姐妹，耶稣来到他们家，马大很忙，原文用的动词的意思是他被许多事分散了，里里外外的张罗，又端水又备菜，他忙得心烦，最后忍不住走过去说，夫子，难道你就看着我一个人忙吗？玛利亚在哪里？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说话。就这样，什么也没干，只是坐着听。马大去告状，你知道耶稣怎么说的？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反复想这一段，不是因为他在讲懒不懒勤不勤的问题，我想的是另一件事。马大不是不爱耶稣，他是太爱了，忙到忘了本来为什么要忙。他被那么多事情的声音填满，哪道菜还没好，时间够不够，要不要再去一趟，直到他连耶稣就在那个房间里这件事都没有真正经历到。他是全程在场，但全程缺席的人。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人在，心不在，身边有最重要的东西，却因为被太多的声音拉着，一直没有真正坐下来。我想慢慢来说今天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里有一批人正在经历一种很安静的痛苦，
不是那种崩溃型的泪流满面的让人看得出来的痛苦，是那种每天照常起床，照常工作，照常刷手机，照常笑，但是隐隐约约的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说不清哪里不对。生活看起来没有大问题，但就是那种感觉，好像走了很久，却越走越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去。不是身体累，是心里有个东西越来越轻，轻到有点危险，像气球快要飘走了，你还不确定绳子在哪里。今天我们不讲大道理，我想先陪你把这件事说清楚，它是怎么发生的，在你身上，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它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发生的。然后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不是给你新的答案，而是帮你把那个一直在等你回来的声音重新找到。在我们往下走之前，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上一次你觉得对，这就是我想要的，是什么感觉？不需要是什么大事，可以是很小的一刻，做了一道菜觉得刚好，走了一段路觉得刚好，说了一句话觉得那是真的你说的，把那个感觉找回来，压在心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全部都是为了让那个感觉有机会重新大声一点。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关于那个感觉本身，那个刚好的感觉，它不是消失了，它只是被压住了，压在几百条推送底下，压在开会记录和未回信息之间，压在那些别人家的生活和你应该这样的声音下面，它还在，只是你很久没有给它空间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把那个空间一点一点腾出来。但在这之前，我需要先把一件事说清楚，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道理我都懂，知道要屏蔽噪音，知道要倾听内心，但问题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声音什么时候开始进来的。是的，这才是最难的部分，它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没有人是在某个早晨醒来，忽然发现自己迷失了，不是的，它是渗进来的，像水汽，像灰尘，你不注意，但哪天回头一看，那层东西已经厚了。我认识一个做自由职业的人，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喜欢，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后来形容那个感觉，说像是说话没有回声，意思是那种状态下说出来的东西是实心的，不是空的。然后他开始关注同行，研究别人的定价策略，研究别人的选题逻辑，研究别人发什么类型的内容涨粉快。他说不是故意要变成别人，就是想学。3年以后他来问我，你觉得我现在做的东西是我喜欢的吗？我说你自己感觉呢？他沉默了很长时间，说我感觉不出来了，我不知道哪一部分是我的感觉，哪一部分是我以为我应该有的感觉。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人听了会抖一下，不是因为陌生，是因为太熟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在产生一个念头之后，立刻去想这个想法是不是合理的？不是反思，是本能的去找外部参照物。有没有人说过这个方向是不是主流认可的？别人听了会不会觉得幼稚？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确定喜不喜欢一件事，要先看看别人怎么评价它？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不知道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答案？我不知道这4个字本来是诚实，后来变成了软弱，再后来变成了必须藏起来的东西。有一个人，我读他的故事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不是感动，而是原来古代也有这个问题。他叫尼西米，你可能知道他，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带着一群人在断壁颓垣里重建城墙的人。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在战火里坍塌了几十年，城门烧毁，城里的百姓暴露在周围所有势力的威胁之下。尼西米从波斯宫廷请了假，带着人来修。工程进行到一半，麻烦来了，不是材料不够，不是工人罢工，是声音太多。反对他的人开始往他耳朵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先是嘲讽，你们修的这墙，狐狸跳上去都能踹塌。然后是威胁，说要来袭击，说要让他们措手不及。后来更聪明了，他们派人来找尼西米谈判，说来，咱们在山谷里见个面聊聊。听起来很合理，很成熟，很沟通。尼西米回了一句话，
我觉得可以刻在这个时代每一面墙上。他说，我在做一件大工程，我不能下去。为什么工程要停下来，让我去你们那里？就这一句，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去，没有为自己辩护，没有说我很忙所以没空，他就说我在做一件事，这件事比你们的邀请更重要，所以我不下去。然后那帮人来了4次，每一次尼西米的回答都是同一句话。我想在这里按一个暂停，因为这件事的触点不在于他们失败了，尼西米赢了，触点在于尼西米知道那些声音不是来帮助他的，哪怕听起来很像。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声音？它不是恶意的，甚至包裹着善意，但你每次听完都会往那个方向又偏一点点。可能是一个很喜欢你的人，但总在你跃跃欲试的时候说想清楚了再做。可能是一个圈子，待在里面很安全，但待久了你发现你越来越难想到那个圈子以外的东西。可能是一种信息流，算法太懂你了，懂到你只看得见自己已经相信的事，而再也碰不到任何让你产生真正摩擦的东西。这些声音不坏，但它们会让你的世界越来越小。尼西米知道城墙没修完，所有的来聊聊都是陷阱，不是因为那些人一定坏，而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停下来的代价。我们今天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每一个来聊聊，我们都下去了。每一个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都重新考虑一遍。每一个但是你看那边，我们的头都跟着转过去。城墙永远修不完，因为我们永远在回应每一个声音。我想说一件有点违反常识的事，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保持开放，但有时候那不是开放，那是没有根。开放的人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然后伸出手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消化、筛选，留下有用的，放下没用的。没有根的人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所以每一阵风来都不得不跟着走，因为如果不走，就会怕自己错过了什么。这两种状态从外面看起来很像，都在听，都在学，都对新的东西保持回应，但感觉完全不一样。前者听完了回来还是自己，后者听完了不确定刚才那个听进去的感觉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从今天起不要再听别人说话，那不现实也不对。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只是问你自己，你上一次做一个决定完全不参考任何人的意见，任何外部标准，只是因为自己想，是什么时候？不需要是大决定，可以是今天中午吃什么，可以是这个周末去哪里，可以是这件衣服买还是不买，就这么小的事。如果你想了半天，发现那个纯粹因为我想的时刻已经很难找到了，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问题，它已经长进你的日常生活里了。尼西米的城墙最后修完了，尼西米记第6章，52天，在所有嘲讽和威胁和谈判请求里，把一座城的外壳重新立起来。他的秘密不是什么超人的意志力，他的秘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知道什么可以不理。你现在可能觉得这个逻辑很简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了吗？但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最难的事，不是缺乏行动力，不是懒，不是没有热情，是太多声音告诉我们你应该在做什么，而我们越来越难分清那到底是自己的声音还是借来的。我想在这里慢下来说一件也许你没想到我会说的事。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不只是一个信息时代的社会学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属灵问题。不是用宗教词汇把它包装得更庄严，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在信仰的语言里有一个更老更准确的名字，是失去了倾听的能力。不是听不见，是忘了怎么听那个最重要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有一句话，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句话里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每次读都会停一下。他没有说我的羊听了我的声音，然后去查了一下其他的参考资料，综合评估之后做出了理性的跟随决定。他就说
听见就跟。这种确定性，这种不需要反复核验的认出感，它预设了一件事：你足够安静，安静到能认出那个声音是谁的。而我们今天的处境是，我们太久没有安静了，不是不信，是耳朵里住了太多别的声音，那个声音想进来，挤不进去了。我不打算在这里立刻给你一套方法论，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想要，那接下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会到那里的。但我现在想让这件事再多待1秒钟，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代人最不擅长的不是行动，我们很擅长行动，我们最不擅长的是在行动之前先老老实实承认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那个声音在哪里了。这不是失败，这是诚实，而很多时候诚实是唯一的起点。如果视频到这里你还在听，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已经说明了一些东西。你不是随便点进来消磨时间的，或者你刚进来是，但你现在还在，说明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还没有死透。那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要护住的东西。接下来我想带你去认识一种安静，不是叫你放下手机关掉网络那种安静，那只是表面的动作，是更深的那一种，是尼西米说我不下去的底气来自哪里的那一种，是玛利亚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却被耶稣说选了那上好的福分的那一种。那种安静是有方向的，不是空的。我想先描述一下那种安静长什么样，不是因为它很难理解，是因为我们太久没见过它了，怕你认不出来。它不是某种特定的环境，不是必须去郊外去爬山或者找一片没有信号的地方，那些也可以，但那是外壳，不是它本身。那种安静是一种内部的状态，是当你心里有个问题，你不去找人问，不去搜索，不去刷，你就坐着，让那个问题在你里面待着，等，就这样。你上次这样做是什么时候？不是因为没有网，是因为你决定先等一等，先听听自己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说。撒母耳记上第3章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场景，撒母耳当时还是个孩子，住在会幕里服侍以利祭司。有一天夜里，他在躺着，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以为是以利，跑过去说：“你叫我，我在这里。”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去睡吧。”他回去躺下，声音又来了，他又跑去找以利。以利说：“孩子，我没叫你，回去。”第3次，声音又来了。这一次，以利明白了，他告诉撒母耳：“你回去躺下，下次那声音来，你就说吧，你的仆人在听。”撒母耳回去躺下，等，声音来了，他说：“说吧，你的仆人在听。”然后上帝说话了。这个故事里有一件事，我每次读都会多停1秒。撒母耳不是没有听见声音，他听见了3次。问题是他不知道那个声音是谁的，他能听见，但他认不出来，所以他每次的反应都是去找以利，找一个他熟悉的、他信任的、他习惯回应的声音源。这不是他的错，他太年轻了。经文里写，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也未曾向他显明，他没经验，所以他把一个陌生的声音归类到了他认识的那个人身上。你看，我们今天的问题和撒母耳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个地方很像。我们听见太多声音了，所以我们发展出了一种条件反射，一旦有声音，就去找它属于谁，它来自哪里，它值不值得信。我们有一套很熟练的外部归因系统，但对于那个最安静的声音，这套系统失效了，因为它不够响，因为它不算法推送你，因为它不会在你没打开的时候发通知，它只是在那里等你。以利交给撒母耳的那句话，我觉得是圣经里最短的行动指南之一。说吧，你的仆人在听，就这一句。不是我来了，你说什么我去执行，不是只要你说我保证照做，就是说吧，我在听。你有没有想过，上次你这样对上帝说话是什么时候？不是带着清单的祷告，不是求事情的祷告，就是说吧，我在听。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不急着告诉你我要什么，就是你说我在这里，我
我猜很多人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的祷告大多数时候是我们说话，然后等上帝回应，很少有那种我不说话，我就待着，等他先开口。但萨摩尔那个夜晚，他什么都没带，他就是躺在那里说了那句话，然后把嘴闭上了。我想在这里说一件有点扎人的事，我们以为自己不知道方向，是因为信息不够多，所以我们去找更多信息。但如果问题的根源恰恰是信息太多了呢？如果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答案，而是先把那些暂时还没用的答案放下来，就像一个人2只手都抓着东西，然后说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你找不到是因为你手上没空位了，不是钥匙消失了。马可福音第1章，耶稣刚开始传道，事情很多，他在会堂讲道，在那里赶鬼，从会堂出来进了彼得的家，彼得的岳母在发烧，他给他治好了。到了晚上，城里的人都来了，带着病人，带着被鬼附的，他们在门口站了一整排，耶稣一个一个的医治。你想这得多少时间，多少耗费？然后经文里有一句话很轻，轻到容易跳过去。第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等彼得找到他，说大家都在找你，他没有说好，我这就回去。他说我们往别处去吧。你注意到了吗？昨晚那么多人，今天又有更多人在等。他没有说先把这里的事做完再说，他说走，不是因为那些人不重要，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保护那个独处的时间，那个独处的空间，所有人的需要都会把它填满，直到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往哪个方向走。而且你注意，他不是去睡觉，他是去祷告。那个旷野，那个天未亮的地方，是他重新校准方向的地方，是他从所有声音里走出来，把那个最重要的声音重新听清楚的地方。然后他回来，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他没有焦虑，他没有列一张清单权衡利弊，他知道。我觉得我们今天很难理解这种确定性，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任何重要的决定都需要外部验证，要先查资料，要先问人，要先看看别人怎么做，要先研究成功率，要先评估风险，然后也许才敢迈出第一步。这不是错的，理性很重要，参考很重要，但这里有一个东西我们慢慢丢掉了，内在的确信，那种不需要外部验证，但你就是知道的感觉，不是冲动，不是情绪，是那种稳稳的、实心的，像根一样扎在地里的知道。它不是靠更多信息养出来的，它是靠那种旷野时间养出来的。天未亮，一个人把那些声音都关掉，只是待着。我在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试了一件事，我起来没有看手机，没有开音乐，没有刷视频，就是倒了杯水，坐在窗边，什么都不做。大概5分钟，我就开始不自在了。手边没有手机，感觉像缺了什么，像手不知道放在哪里，脑子里开始飘到今天要做的事，飘到昨晚没回的消息，飘到那个还没解决的问题。我让那些念头飘，没有追着他们走。又过了几分钟，有个东西慢慢的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了，不是一个很酷的洞见，不是一句很厉害的金句，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感觉。今天我想认真做好一件事，就这一句。我不知道你觉得这听起来算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那一刻那个感觉是实心的，不是借来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拼凑来的，不是算法推给我的，那是我的声音。我好久没听见它了，你的声音也还在。我确定，不是因为我了解你，而是因为人就是这样，那个声音不会消失，它只会被压住，压得太久，你会觉得它死了，但它没有，它只是在等你给它一点空间，等你愿意关掉一点噪音，等你愿意说我在听。但我知道说到这里会有人想问，好，道理我明白了，但我真的试过安静，我一安静脑子里就开始乱，根本停不下来，感觉越安静越焦虑，反而不如刷手机。这个感受我完全理解，
而且我想跟你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过渡期。任何一个长期活在高密度噪音里的人，突然安静下来，最初的反应几乎都是不适。就像你在嘈杂的地方待久了，走进一个安静的房间，耳朵里还是有嗡嗡声。那个嗡嗡声不是房间发出来的，是你自己带进来的，它需要时间消散。你需要的不是立刻在安静里找到什么，而是允许那个过渡期存在。允许开始的时候安静是不舒服的，允许脑子乱飞，不追它，不压它，就看着它，像看一群鸟飞过，然后让它们飞走，然后等。你不知道等多久，也许3分钟，也许30分钟，也许要坚持几天，你才会开始感觉到不同。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那个感觉会来的，那个实心的属于你自己的声音会浮上来的。萨摩尔后来成了以色列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先知，他高立了扫罗，又高立了大卫，但那一切都是从那个夜晚之后开始的，从那一句说吧，我在听之后开始的。不是因为他特别有天赋，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也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比别人更容易听见上帝的声音，是因为有一个夜晚，他学会了不急着把那个声音归类，不急着找一个现成的框架去接它，就先停下来，先开口说我在听，然后他真的在听了，然后上帝真的说话了。这件事的逻辑不复杂，难的是真的做到。在一个每隔几分钟就有新内容推送进来的世界里，选择等待一个安静的声音，需要一种很逆流而上的勇气，不是壮烈的那种勇气，是平常的、每天的，一次又一次的把手机放下来，把耳机摘掉，把下一个视频的自动播放关掉的那种勇气。很小，但很难，因为那个拉力真的很大。我知道这里会有人有一个很诚实的问题，我也想安静，但我一安静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不是有声音就是空的，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认真想过，我觉得感觉不到不等于什么都没有，这两件事不一样。你有没有经历过走进一个很暗的房间，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你知道那个房间里有东西，那不是空的，只是你的眼睛还没适应。属灵的安静也有一个适应期。一个人如果已经很久没有在那种深度的安静里待过，他刚进去的时候，感知系统会交白卷，不是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他的接收能力还没有校准回来。这需要时间，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不是去了一次没感觉就放弃，说这对我没用。这就像一块已经很久没有运动的肌肉，你第一天去锻炼，它没有力气，你不能说它永远没有力气。诗篇第131篇，这首诗的作者写了一句我觉得放在今天极其精准的话，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特别强调断过奶的？没有断奶的孩子在妈妈怀里是有需求的，他在那里是因为他饿了，他需要什么？断过奶的孩子在妈妈怀里，他不需要什么了，他就是在那里，什么都不求，就是待着，那才是最深的安稳。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不是因为前路清晰了，是就这样待着，不急不要，就是在。这种状态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了？不是睡着，不是发呆，是那种清醒的、有意识的、不需要任何东西的在。我猜很多人的答案是想不起来了，这才是我们真正在失去的东西。不是方向，不是目标，不是梦想，是这种能力，能够在安静里待着，不需要立刻产出什么，不需要立刻得到什么，不需要立刻证明这段时间有没有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失去，你就很难听见任何深的东西了，因为所有深的东西都需要时间沉下来。它不是推送，不是通知，不是你滑一下屏幕它就出现，它需要你等它。说到这里，我想带你进入今天的祷告，但在进去之前，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我知道祷告这两个字对于不同的人感觉不一样，有些人很熟悉，有些人有点陌生，
有些人听见这2个字会有一点点不自在，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没关系，今天这个祷告不需要你是任何一种人，不需要你每天都祷告，不需要你觉得自己够好，不需要你提前有任何准备。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把那些声音暂时放下来，就这一段时间，不用很长，就是今天这个祷告的时间里，不做别的，不想别的，就是在这里。上帝，我今天带来一群人，我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在听，因为心里有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放弃，那个地方我想替他们护住。我想先替那些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自己声音的人说，不是他们不努力，不是他们没有认真寻找，是这个世界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大到有时候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被淹没了都不知道。他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看手机，不是因为非看不可，是因为那已经成了一种反射，一种用外部信号确认自己还活着的方式。他们睡前最后一件事也是手机，中间那些时间，耳机里有声音，电脑里有声音，外卖软件的提示音，群消息的震动，每一个都在说，来看我，处理我，回应我。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我想替那些把方向问题问了好多年却还没有答案的人说，你不是迟钝，不是悟性差，不是比别人少了什么，你只是太累了。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高度的外部评判里，这个选择对不对，那条路值不值，这份工作够不够好，那段关系是不是值得，他的内在罗盘会慢慢失灵，不是坏掉了，是被干扰得太厉害，指不准了。所有的声音都在帮你做判断，久了你忘了自己也有判断的能力。上帝，求你今天替他们重新校准那个罗盘，不是给他们一张路线图，把每一步都规划好，那太简单了，简单到他们自己拿着走2步又会开始问，这个路线图是不是最优的，是更深的那一种校准，是让他们在你面前重新记起，我有内在的声音，我有被造时放进来的那个方向感，它没有消失，它只是需要安静才能重新运作。求你给他们那个安静。我想听那些在信仰里也开始感到疲倦的人说，这种话不太好开口，但我想替他们说出来。有些人不是不信，是累了。他们祷告，但不确定有没有人在听。他们读经，但那些字有时候像是从玻璃外面看进去的，清楚但摸不到。他们去聚会、唱诗、参与，但有时候做完这一切，回到家，那个孤单还是在的。他们不敢说这件事，因为怕被说你信心不够，但他们是真的累了。上帝，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种疲倦是什么感觉。你在旷野被试探过40天，你在克西马尼园汗如血滴的祷告，问能不能换一条路。你在十字架上喊出了那句听起来像是被遗弃的话，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你不会因为他们今天累了，感觉不到你，就离他们更远。求你今天靠近那些觉得你很远的人，不是用一个神迹，不是用一个惊天动地的感动，就是那种微小的、安静的，像有一双手轻轻落在肩膀上的靠近，让他们感觉到有人在，就这一件事，今天就这一件事。我想听那些正在被很多声音争夺的人说，你不是所有声音的债主，你不欠每一个人一个回应，不欠每一个意见一次认真的采纳，不欠每一条推送一份处理的责任。但你知道自己欠了什么吗？你欠你自己一点安静，你欠那个一直在等你回来的声音一次认真的倾听。上帝，求你帮他们有勇气把那些借走他们耳朵的声音一条一条还回去，不是冷漠，不是逃避，是那种有意识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选择。这一刻，我不是所有人的，我是我自己的，我是你的。我想听那些在安静里感觉到空的人说，空不是没有，空是还没有填满，空是腾出来了，但新的东西还没进来，空是一种过渡，不是终点。你在安静里感觉到空，说明你正在清理，
说明那些占据着位置的噪音在慢慢退场。那个退场有时候是不舒服的，就像冬天结束的时候，那股冷是最冷的那种冷，因为地下的东西已经开始冻了，但地面还没有暖。你感觉到的那个空，也许正是这个地下的东西已经开始动了。上帝，求你让他们在那个空里不要慌，求你让他们知道，空不是被遗弃的证明，是被预备的开始。你喜欢在空处工作？创世纪第1章，在那个混沌和空虚之上，你的灵运行，不是等一切都好了你才开始，是在那个空的地方你就已经在运行了。求你今天在他们心里那个空的地方运行。我想替那些带着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来的人说，也许你今天点进来是因为你正在面对一个决定，你不知道往哪边走，也许是一份工作，一段关系，一个需要你给出答案的选择。你希望今天看完这个视频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天上掉下来。我不打算假装那一定会发生，但我想替你求一件事，不是答案，是一种承载，是那种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不会被这个不知道压垮的力量，是那种我可以在不确定里还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因为我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这件事，而那双眼睛看得见我看不见的。上帝，求你给他们这种承载，不是答案，是陪伴着他们等待答案的那个同在。我想听那些今天是第一次这样祷告的人说，没关系，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件事。撒母耳在那个夜晚之前也不认识这个声音，他跑错了3次，以利才告诉他怎么回应。你今天在这里，哪怕是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哪怕不确定自己信什么，哪怕只是好奇的听，这本身就是一种开口。上帝从来不嫌弃笨拙的开始，他只看那个往里走的心。你今天往里走了一步，这一步他看见了。上帝，我把今天所有还在听的人交在你手里，不是交给一个计划，不是交给一套方法论，不是交给任何人的建议，是交给你，交给那个在大风过后，地震过后，火过后，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出现的你。就你今天用你的方式在他们里面说话，不是轰响的方式，就是那个微小的安静的，他们可能几乎听不见，但如果他们真的安静下来，就一定会感觉到的那种方式，让他们感觉到有人在，让他们感觉到这个声音是认识我的，让他们感觉到我不需要再到处借耳朵了，因为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值得我用全部注意力去听的声音。就这一件事，今天就这一件事，奉耶稣的名，阿们。祷告结束了，如果你愿意在评论区留一个阿们，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核心就是这件事，你在，他在，那就够了，不需要更多。最后我想说一件事，关于接下来，今天这期视频说到这里，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入口。我们聊了声音是怎么进来的，聊了为什么那个最深的声音会被压住，聊了安静是什么样子，聊了一个孩子在那个夜晚说了一句话之后，生命开始不一样了。但真正的不一样不会发生在你看视频的这40分钟里，它会发生在明天早晨你的闹钟响了，你伸手去摸手机的那一刻，然后你停了一下，先不看，先坐起来，就坐1分钟，什么都不刷。它会发生在下一次有很多声音同时告诉你你应该这样，而你有一个瞬间往里面问了一句，那我自己觉得呢？它会发生在那些很小的没有人看见的，你决定给那个安静的声音一点空间的时刻，一次一次，一天一天。你不是没有方向，你只是需要一点安静，把那个一直在等你的声音重新听清楚。它没有走远，它就在那里，你停下来，它就开口了。愿神祝福你，阿们。